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德，来自台南。小时候饮料都喝全糖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街头艺人的心路历程。街头表演，路人真的会停下来吗？看完表演之后，路人会打赏吗？除了这些，街头表演还会碰到什么挫折呢？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，10秒钟自我介绍，我是一名街头艺人，梦想是用魔术环游世界。我想用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，同时把热情带给全世界。如果想更认识我，欢迎看这部影片。2019年11月，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往墨尔本，我要在那边待1年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国外生活这么长的时间。我希望可以想去哪就去哪，不被工作绑住。我也希望在全世界都能工作。我尝试在墨尔本当街头艺人，但是街头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开销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总得试试吧。人生只有一次，我不希望10年后对着10年前的自己说：早知道当初应该试试看的。2019年11月27号，我踏出人生中重要的一步。那一天，我拉着手推车，手推车上载着我的魔术道具和表演的桌子。我在墨尔本最热闹的街道之一 Swanton Street 摆摊表演，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人，我心里很开心，人这么多一定站一下就有人停下来了啦。殊不知，梦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我站在街道上整整1个小时，完全没有一个人停下来。还好这时候天使出现了，一对黑人夫妇出现在我面前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天使呢？他们的穿着打扮我一辈子不会忘。他们是黑人，但是全身穿白色的。黑人女生穿着白色的鞋子、白色的袜子、白色的连身洋装。黑人的男生穿着白色的袜子、白色的皮鞋，配上全白的西装裤，还有全白的衬衫，还有一顶白色的帽子，然后眼睛上挂着一副帅气的墨镜。背后如果再插2个翅膀，真的就是天使了。不过严格来说，这样的造型比较像上帝。如果你有看过《王牌天神》2007年出版的电影，金凯瑞演的，里面摩根·费里曼扮演的上帝就是那样，黑人，然后全身穿白的。该不会我是遇到 Black Jesus 吧？上帝降临，好开心哦！我见到上帝了，原来那时候就是上帝在鼓励我。好，黑人夫妇停下来，我超开心的。我那时候手上拿着一根魔术棒，我希望制造噪音，然后吸引更多人聚集，所以我就拿魔术棒敲桌子，用力的一敲，结果悲剧发生了，魔术棒应声而断，啪的一声，断掉了。我看到魔术棒上半截在空中转了9981圈后，砰掉到地板上，我心里凉了。完全凉了一截，但是身为一个专业的魔术师，尽管内心慌张，表情还是要非常镇定。没事。最尴尬的是，我听到远处的小朋友偷偷在问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他不是魔术师吗？怎么不能把棒子变回来啊？”我听得好尴尬，只能假装没听到。但是看到小朋友，就让我想起为什么我喜欢魔术，因为我喜欢看到观众笑。我发现怎样观众会笑？钱变多就会笑，所以呢，我就赶快变我最拿手的魔术。我跟黑人大哥借了5块钱钞票，把5块变成50块。我看到那位黑人男生，他嘴巴张得好大，他把眼镜拿下来，眼睛也瞪着好大。我亲眼听到他大声地说：“哇！”他的反应好像看到魔法一样。紧接着，我把他的5块钱钞票卷起来，像是香烟一样，然后从这根烟管里面吐出白色的烟雾，就像这样。哇！我看到他的反应，双手抱头，然后他吓到在原地转圈圈。转了7749圈，这样还不打紧，他的脸色惨白，白的比牛奶还要白，感觉像是看到真正的魔法。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夸张的反应。他的反应虽然夸张，但却非常的真诚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表演结束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的表演很棒，要坚持下去，这世界需要你。”说完以后，他主动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了50块钱的钞票。
相当于台币大约1000块，放进我的打赏箱里。趁他们离开前，我跟他们合照做纪念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以前的我被台湾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影响了。父母也会问我，韦德啊，你究竟什么时候要找真正的工作？所以潜意识里，我觉得魔术不能当真正的工作。但在澳洲1年多来，我遇到好多像黑人大哥那样类型的观众，表演的当下，他们反应好大，很直接，参与度很高。有些人会尖叫，有些人会大力鼓掌。表演结束后，有些观众就算没带现金，也会到我面前跟我握手，给我拥抱，以真诚的鼓励代替打赏。这一刻我发现，就算没有打赏，我心里也很充实，我感受到被尊重的感觉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真正的尊重不是打赏多少钱，真正的尊重是一种认同感。别人是不是认同你的工作？别人是不是觉得你做的事情有意义？我不见得是对的，但就我的观察，我发现台湾大部分的家长和老师都觉得念书以外的事情没意义，这样的单一价值观很悲哀。小美是我学生时期的好朋友，她非常会跳舞，每次学校办大型活动，她一定是舞台上的主角。她在舞蹈方面下了许多功夫，很可惜她没抓到考试的诀窍，分数总是班上最后1名，也时常没交作业。有一次老师气到不行，当着全班的面直接骂他：小美，你不要以为你跳舞了不起，成绩差不交作业，你就是个废人，社会上不需要你这种没有用的废物。老师甚至还会绕成语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各位同学要注意，离废物远一点，不然自己也会变成废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到后来小美每天都不想去学校，后来她就没在学校出现了，没人知道她去哪。前阵子我看到她了，她出现在综艺节目上，国光帮帮忙、综艺大热门都有看到她。她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舞者，粉丝已经超过4万了。在台湾表演艺术、体育活动什么的，大部分人的观念是好玩就好，当兴趣就好，书读好比较重要。这样的教育体制下，还有多少个像小美一样的孩子受到老师的言语霸凌，留下心理阴影呢？为什么体育、美术、音乐这些科目不能跟国文、英文、数学一样重要呢？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体育环境和艺术环境不好，因为没有人重视，大家都觉得不重要，读书才是最重要的。以前我在台湾没有信心，因为我找不到职业认同感。去澳洲之前，我在台南的香格里拉饭店表演过1年，每一次观众最惊讶的时候，不是我变魔术，而是知道我的学历。我曾经念过台南一中和成功大学，这是传统价值里面的好学校。我感受到台湾社会对于会读书的莫名的崇拜感，好像只要学历好，做什么都对。有人说我会玩又会念书，难道念书以外的事情就是玩吗？其实练习魔术跟练习其他表演一样，非常枯燥乏味，而且孤独。过程跟念书、准备学测、准备指考一模一样，都很痛苦。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，潜意识里有点影响到我了。我会觉得自己不是因为魔术本身赢得称赞，而是因为自己的学历，导致我对自己的魔术表演没有信心。而在澳洲街头表演的日子，让我找到自信。国外的观众普遍对我在做的事情有认同感，他们觉得变魔术是一件非常非常专业的工作，而且是一份让人开心的非常高尚的工作。因为这样，我改变了，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街头艺人有认同感。有一次，我在澳洲的青年旅馆变魔术给一大群朋友看。对我来说，变魔术给大家看是同乐，不是工作。有没有收到钱都无所谓。但是表演结束后，每一个观众都迫不及待地从口袋掏出钱塞到我身上，我吓呆了。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，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在乎我的学历，他们很单纯的因为魔术打赏给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练习，太专业了，你值得这些打赏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”我那次表演大概才5分钟，那5分钟里面我收到了300多块台币。其实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只要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事物，一定会有回报。我不是说读书不重要，读书很重要，但我发现只要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自然而然就能学到书本上的知识。以我为例，我钻研魔术到一个程度以后，我的国文和英文都进步了。因
因为表演前我需要把台词写下来，台词的设计要精简、好笑、有故事性。为了让台词有趣，为了让台词更丰富，我必须看很多书，看很多文章，因为这样我的国文能力和写作能力不自觉地提升了。另外，为了在国外街头表演，我必须把中文的台词全部改成英文。我在澳洲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想怎么修改英文台词，怎么修改更好笑，怎么修改更贴近澳洲人的生活。举例来说，一开始我在澳洲表演的时候，钞票的英文我用 bill B-I-L-L， 我发现我一讲这个单字，全场的观众五官都不见了，眼睛、鼻子和嘴巴变成一个问号，他们脸上每一个人脸上都出现问号，他们听不懂 bill 是什么。后来我一查才知道，原来在澳洲钞票的英文他们习惯用 note N-O-T-E note 笔记本，这些不见得在学校学得到，真正的学习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担心，不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。就像《侏罗纪公园》里面说的，生命自会找到出路。只要你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情，对自己做的事情有热情，并且认真的对待它，那就是最大的意义。你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心，不需要向别人交代，宇宙会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认同我的想法，或者不认同，都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叮咚。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